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猫头鹰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一个名叫阿布的农夫在田里耕作，突然看到一个香蕉飞过天空。阿布很惊讶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香蕉，也不知道它们存在。他想跟着香蕉去看看，于是就放下锄头，跳上他的石头，向香蕉的方向追去。他追了很久，终于来到了一个公车站，旁边停放的一辆公共汽车里传出了猫头鹰的尖叫声和香蕉的咆哮声。阿布想，一定是香蕉在对公共汽车里的猫头鹰胡作非为，所以他决定进去救它。他把石头绑在门口的树上，拿起一根毛笔，走进公共汽车。他一踏进车里面，就看到香蕉和猫头鹰在最后的座位上。车里没有其他人，香蕉正用它的皮绕着猫头鹰的翅膀，猫头鹰哭着求救。阿布大喊一声，快步上前，用毛笔向香蕉的头部砸去。香蕉没有料到会有人敢攻击它，还打它香蕉头，因此它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打得晕头转向。阿布趁机把猫头鹰拉起来，跑向车门口。他们刚跳下公共汽车，离开公车站，就看到一颗大糖果和一群机器人迎面而来。原来大糖果听到了猫头鹰被香蕉掳走的消息，就带着机器人们来救他。他们见到阿布和猫头鹰平安无事，都很高兴。大糖果感激地说，你是我的救星，你想要什么报酬？阿布说，我只想要一件事，让我娶你的猫头鹰吧。大糖果愤怒地说，你这色胚，我知道你想对我的猫头鹰做什么，你怎么不去找自己的猫头鹰呢？机器人们听到大糖果的话，都嘲笑阿布。阿布觉得很丢脸，就改口说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别生气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机器人，让我可以跟他一起冒险。冒险？大糖果说，那你可以选一个机器人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你要保护我的机器人，不让他再受到任何伤害。阿布说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他就在机器人们中挑了一个最小的，看起来最可爱的，最聪明的机器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小蜜蜂。大糖果说，你确定你不会对我的小机器人胡作非为吧？你不会胡搞瞎搞吧？你可不要让我发现这可爱的小蜜蜂怎样怎样了哦。我保证我不会。阿布有点想动歪脑筋，不过又觉得小蜜蜂很可爱，实在是让他不忍心做坏事。他与小蜜蜂向其他人告别之后，回到他的农场。他决定让小蜜蜂帮他提升农场的生产效率，譬如怎样耕地会更省力。小蜜蜂很乐意帮助阿布，他用他的机器人大脑计算出最佳的耕种方式。他还可以用他的翅膀飞到空中，监测农场的状况。他还可以用他的空声和其他蜜蜂沟通，让他们帮忙授粉。阿布的农场很快就变得繁荣起来。阿布很感激小蜜蜂，也很喜欢和他一起工作。直到有一天，小蜜蜂从农地工作回来的午后，他突然很没礼貌地对阿布说，你是不是对我另有所图啊？阿布正在滑手机，抬头看了看小蜜蜂，稍微想了一下才说，你怎么会这样问呢？你继续滑啊，我的测谎仪器侦测到你意图不轨指数越来越高了，你太敏感了吧？是啊，我变得敏感了。小蜜蜂说，因为我快没电了，快点帮我想办法，否则你就要忍受我的性格大变，直到我的电量完全用光，倒在地上，这样很伤电池跟我体内的各种零组件。原来你需要用电啊。当然啊，难道你有看过我吃东西吗？小蜜蜂说，有啊，昨天你不是喝了我煮的玉米浓汤吗？如果我把人类的食物吃进身体里面，我会生锈，还会发臭。我只是假装喝你的玉米浓汤。你看过东京什么种的那部动漫吗？里面的非人类吃了人类的食物都觉得恶心想吐。他们之所以吃东西，只是为了表现得更像人类，想与人类亲近而已。但是你的主人是一颗大糖果，这跟我刚才讲的话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要想扯开话题。好吧，我们要怎样帮你充电？还是能装个太阳能板，这样会方便很多。小蜜蜂说，
太阳能板，你以为我是什么环保主义者吗？我可是一个高科技的机器人，我需要的是高压电。你要找一个插头，把我连接到电源。阿布说，你真的好啊，好吧，那你有没有充电线？你的插头是什么型号的？小蜜蜂说，闭嘴啦，我没有充电线，我的插头是 USB-C 型的。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充电线来给我充电。阿布说，那还蛮方便的，你怎么不一开始就说呢？我这去找我的手机充电线，你等一下，不要动。阿布就跑去找他的手机充电线，但他发现他的手机充电线不见了。他想了想，才想起来，他昨天把它借给了他的邻居，一个叫做小花的女孩。他决定去找小花，要回她的充电线。阿布跑到小花家里，发现她正在和一个家伙噼噼啪啪，那个家伙竟然是小糖果，正是大糖果的儿子。阿布很生气，觉得被背叛了。他问小花，你不是要跟我暧昧吗？为什么他要和小糖果噼噼啪啪？小花说，你不要自作多情了，你看小糖果这么甜，而且是水蜜桃口味，它又不是人类。阿布说，它就是一颗糖果啊，那你还吃糖果的醋？你把它的包装纸包回去好吗？你真是爱管闲事。我的充电线在哪里？你的充电线？哦，我用它来帮小糖果的手脚，让它更兴奋。你真是太过分了，你不要嫉妒，你也可以来一起玩啊。我才不要，那你就快点走吧，别打扰我们。阿布气得拔出充电线，想要离开，但是他没有发现充电线的另一端还插在墙上的插座里。当他拉出充电线的时候，他不小心触碰到了小糖果湿润的身体，让他通了一个电。小糖果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然后爆炸了。爆炸的冲击波把阿布和小花都震飞。阿布昏迷了一会儿，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身上都是糖果碎片。他看到小花也倒在旁边，她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。阿布拿了充电线，赶紧回去找小蜜蜂。转眼间，阿布回到家里，看到虚弱的小蜜蜂眼睛闪烁着微弱的红光。你终于回来啦，快点把我的电插上。你好啊，阿布说着就把充电线接到小蜜蜂身上。有在充吗？没有啊，小蜜蜂用虚弱的声音愤怒地说，你在搞什么东西啊？这条电线根本是坏的嘛。阿布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充电线原来已经被刚才的电流给烧坏了，无法使用。奇怪，你做了什么呢？小蜜蜂说，你身上怎么到处都是糖果碎片？这个嘛，阿布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他只好撒了个谎，我去超市买了一些糖果，结果被一个小偷抢走了。我跟他搏斗了一番，结果他把糖果都扔到我身上，然后逃跑了。你还有时间去超市啊？小蜜蜂不太相信他的话，那你的充电线呢？你说怎么会坏掉？一看就是烧坏的样子。那个嘛，阿布又想了一个急口，我在追那个小偷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充电线掉在水里了，水里有电，所以充电线就被烧坏了。真的吗？小蜜蜂更加怀疑他的话，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没有，我的测谎器已经侦测到满满的谎言了。小蜜蜂说，其实你真正想要的是猫头鹰，不是我吧？什么猫头鹰？阿布一脸困惑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别装傻。小蜜蜂说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偷看那只猫头鹰的照片，那只猫头鹰就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型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阿布惊讶地问，你不会是偷看我的手机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偷看了。小蜜蜂说，我很好奇，我每天在农地里帮你忙的时候，你都在做什么？所以我就用我的高科技超级能力害进你的手机，结果我发现了你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当初说好的冒险呢？你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规划。小蜜蜂说，而且你的石头还绑在当初我们见面的那个公车站旁边的树上。我的 Mickey 啊！阿布突然一顿，说，我都忘了我的石头啦。闭嘴啦，人类就是这么不可靠的生物啊！小蜜蜂发出最后的悲鸣，我没电啦。说着，他眼睛的光芒消散而去，同时屋里出现一阵闪光，几秒会后响起雷鸣。小蜜蜂！阿布大喊，你别死啊！他抓着小蜜蜂的身体一阵猛烈摇晃，一边哭一边喊着，我还没帮你充电啊，小蜜蜂！屋外大雨倾盆而下，哗哗的雨声伴随着远处隆隆雷声，
阿布一边摇晃着小蜜蜂，一边大哭大喊大叫，哎，别咬我啦！你要把我摇坏吗？小蜜蜂突然开口说，我没有死，我只是快没电而已。我要说几次，臭人类，而且你好吵啊，比雷声还吵，我真的以为你死了。阿布惊讶地说，你不是没电了，怎么还可以讲话？刚才一阵雷光闪闪，我从空气中的静电摄取了营养。营养？我是高科技机器人，好吗？小蜜蜂说，我有我榨取营养的超级技巧，我可以把你拿到外面让雷劈一下吗？阿布说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